哦吼，这石头还没放下去，这挖机就没有了，这可怎么办？昨天晚上呢，下了一夜的雨，然后呢，我们那个挖机没有干活。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挖机老板呢给我打电话，说是叫我过来帮他干一点活。这个老板呢和我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呢，我们就到他的这个挖机旁边，然后呢，我们把他的挖机呢先给预热一下，然后给他做一下那个寡步体操。做完以后呢，在这里管理员说叫我先停一下，然后呢，他去拿那个绳子呢，先把这些层板还有这些东西呢全部给它吊开，因为到时候挖机要从这里过去，把这些石头呢全部掰到那个挖的那个基坑里面。现在呢，这个工地上的这个工人呢，已经把这些层板呢已经给它全部已经拔好了，就等着我的挖机过来吊。他们拔好以后呢，我就用我的挖机呢把它吊到边上，吊到不影响我挖机的地方。现在呢，我们就先把第一捆给它吊过来，吊过来以后呢，接着就把第二捆也就吊到第一捆的旁边。吊前面呢，我就跟这个管理员说，你吊这么多的层板，用2根绳子能吊得动吗？那个管理员跟我说，这根绳子他们以前吊过，吊个1-2吨是没有问题的，叫我放心吊就可以。我也就按照管理员的意思呢，就他们拔好以后呢，我就直接吊过来。吊过来以后呢，果然这根绳子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呢，我们把这2个层板吊了以后呢，就稍微把这一些钢管还有这些钢筋呢往边上挪一点，然后就方便我们的挖机从这里开过去。然后开过去以后，这里还有一堆焊条，我们也把这些焊条呢给它吊到这个边上。吊到边上以后呢，再把前面打的这些钢筋呢全部给它挪到边上，给我们的这个挖机呢腾出来一条生命的通道。兄弟们，你们都应该能看到，这个工地上呢吊这些东西呢，不管它是吊钢筋还是吊那个层板还是吊什么东西，都是用的这个绳子。看来这个绳子是确实真的很牢，很不容易断。现在呢，我们把边上的这些钢筋呢全部给它尽量扎到不打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条路给它腾出来。腾出来以后呢，就是叫我的挖机过去那边嘛，把石头全部给它往里面甩。7-8年了，我一直都是开那个小挖机，最大的也就开过1字头的。今天呢开的这个呢是225现代的。看来这个挖机呢吊这个东西呢，只要绳子不断，那是轻轻容易的事。我们才用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这条生命的通道呢就给它腾了出来，全部把这边生命通道松脱以后呢，管理员呢叫我的挖机呢先开出来这边，然后先把石头给它扒平，然后从石头上面过去呢，在这里把这些土呢给它扒平一下呢，过去，然后把这些石头先往里面甩一部分，因为里面那里是最深的，他要先把最深的那个地方先给它填出来。填出来以后呢，他要看这个石头的重量，如果多的话，那么他别的地方他就多填一点；如果少的话，他别的地方就要少填一点。现在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管理员的意思呢，就先把里面的大的那些呢全部给它填到这一边，因为这边呢它比较深，然后淤泥比较多。我们呢稍微先把这个路呢再给它扒平一点，因为我们要挖一斗，要在这个路上面走一趟，所以呢还是要走到好几趟，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路要先修好一点。现在呢，我们就先把里面稍微大的石头呢就先给它倒到里面稍微深一点那个地方，给它倒进去。在我们挖第2斗的时候呢，我感觉它机器里面的油已经不够了，它已经有点想熄火了。结果第2斗刚刚挖过去的时候呢，刚刚放下去呢，刚好没油了机器，怎么办呢？兄弟们，还是坚持呢再给它打火，然后打起来，然后停着等那个管理员送油。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雨都已经等下来了，结果呢这个油还没到，管理员说呢先回家吃饭，饭吃了再加油一次干。在回去的路上呢，我们看到有个车子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还好人没事。兄弟们，下雨天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呢，我们这个饭吃了，过来把这个油加了以后呢，继续呢再往里面最深的地方再甩2斗石头甩过去。那里甩了2斗以后呢，管理员跟我说，我就开始依次从最深的地方往外面甩，
在最边上靠着这个磨制好的地方呢，石头就放在这个磨的旁边，宽度呢大概要在50公分左右，不要太宽。如果太宽的话，它这些石头呢就不够，到时候呢就还要再拉石头。我们呢就按照这个管理员的意思呢，就依次呢从最深的地方呢给它铺过去，然后呢就再折回去，把最高的地方呢再轻轻的给它压一下。甩了749斗呢，这些石头呢基本上全部被我们全部给它甩完了。然后呢还有的这些小石头呢，这个管理员呢叫我把这个挖斗呢放下去，然后他们两个呢把这些小的再给它丢到我的挖斗里面，然后呢再给它倒到这个池子里面，他们又人工呢再把没有压实的那些地方呢再给它丢一些小石头进去。现在呢最后一斗石头呢，管理员呢叫我直接把它倒下去，再扒一下，然后就没事了，就可以下班了。就在我要下班的时候呢，管理员呢叫住我，跟我说叫我再等一下，他感觉呢这个石头不够，要再倒一车石头进去。所以呢我们又在这里等那个拖拉机拉过来石头。现在呢这一车石头也已经拉过来了，然后管理员跟我说这一车石头呢就不用再向前面把它铺在里面，我呢就直接勾着，就在往里面运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倒着它指定的那个地方倒下去，直接堆起来就可以，不用像前面那样把它铺在里面，它不要到时候又人工的话再好好的铺。现在呢我就按照这个管理员的意思呢，就绕着这个塔子转了一圈，然后绕到最里面呢给它倒在里面。就这样，在别人心中那么牛的挖掘机呢，现在呢光荣的成为了运输大队长。虽然呢成为了运输大队长，但是呢我心里面想着，这车石头呢毕竟是最后一车石头，你到时候再叫这个老板去叫这个装载机过来呢，到时候也不好搞，因为它数量太少，很多装载机呢他也不愿意来。所以呢心里面想着再运个5-6斗呢，应该就把这车石头给运完以后呢就早点下班。但是呢在运着呢，突然下起了大雨。本来这条路呢，我在等这车石头来的时候呢，把它修成好好的，结果呢一场大雨下来，在我运了2转之后呢，这条路呢就被我碾得不成样，只有我的挖机能进得去，别的车子基本进不去。兄弟们，你们说这7-8月的天是不是小婆娘的脸？说下就下，说晒就晒，一会下大雨，一会大太阳。就这样呢，我冒着这个大雨呢，运了有这个749斗呢，把拖拉机拉过来的这些石头呢，基本上给它全部运了进去。就在我挖最后一斗的时候呢，这个管理员在旁边看到呢，因为它里面泥巴特别多，然后石头又小，然后我挖的时候就特别的难挖。然后管理员跟我说，叫我把这个斗放着，然后他们两个直接把这些小石头呢直接丢进去我的这个挖斗里面。就这样，这2个管理员就冒着大雨呢，就帮我把这些石头呢全部给它丢到这个挖斗里面。差不多这个石头也丢完，我看见这2个管理员的衣服呢基本上也全部湿完了。能看得出来，这2个管理员在工地上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下这么大的雨还要给我的挖斗里面丢石头。兄弟们，如果是你们在这个工地上面干管理员，下这么大的雨，你们会不会给我这个挖斗里面丢石头？现在这斗呢已经是最后一斗石头了，所以呢管理员呢叫我把它放到这个还是比较深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给它轻轻的压一下。但是压了一下呢，这个管理员他就不叫我压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太深了，还有就是稀泥巴太多，我随便一压的话就把那些石头给它全部压下去。结果呢他就不叫我压了，叫我开着我的挖机呢出去，然后再把一进来的那里路再给它修一下，就是那个拖拉机倒下来石头那里被我们挖的这个全部都是稀泥巴。然后呢他的意思呢就叫我把它给它扳平一下，然后用这个挖斗呢叫它在上面再给它拍一下。兄弟们，今天这个活到这里就结束了，有喜欢小丫的给小丫点点关注，谢谢大家。